为什么批设游戏不会损害你的延迟满足能力？今天咱们不聊怎么建帝国，就聊聊批设游戏的一个与现代多数追求即时反馈的游戏格格不入的特点，那就是几乎不依赖短周期、高频率的即时反馈来吸引玩家，不会破坏大脑的延迟满足与长远规划能力。目前市面上多数游戏，无论是角色扮演、动作游戏，又或者是策略游戏，不管这些游戏表面上包装了多少历史、背景故事、世界观设定，真正死死咬住玩家的，归根结底都是那个30秒左右的微型反馈循环。心理学上管这叫可变比率强化，真正让人停不下来的，从来不是获得奖励时的快乐，而是下一次会不会出的那份不确定性。就像斯金纳箱里的老鼠，面对随机掉落的食丸会疯狂按压杠杆，直到彻底忘记觅食本能，即使旁边放着美食和水，饥渴的老鼠不为所动。看得小猫我的猫毛都愁得要掉光了，太可怜了是不是？每2秒弹一次金币掉落反馈，每抽一次卡的心跳加速，它们真正破坏的并不是多巴胺系统本身，而是把你大脑里负责觅食与探索的延迟满足机制给短路了。相比之下，批设游戏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来看看批设这几款反人性的游戏是怎么保护住延迟满足的能力的。在维多利亚3中，你在某个州建一座纺织厂，建造队列会持续消耗资金，工厂没招满人之前，账面可能都是亏的，但你熬过这段时间，收益就开始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在钢铁雄心4，你打下一片新领土，别高兴得太早，你得修基础设施与补给枢纽、铺铁路，这些活在前线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回报，但他们决定了之后，你的部队是碾压过去还是全军覆没。在欧陆风云4，你打下一块地，发展度低，还不是核心，看着就是赔钱货，但等你把它核心化，用点数把发展度升上去，在城里盖起工坊，几年后它慢慢就会变成你财政的顶梁柱。等等等等，这些例子太多了。批设游戏的反常规之处恰恰在于它强迫你思考，它让你保持愿意为了长远目标而慢慢经营的忍耐力。有人又要问了，那玩批设通宵爆肝不也是在疯狂分泌多巴胺吗？没错呀，多巴胺在你做任何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它都在工作。批设游戏确实让你产生了耐受，你需要更庞大的帝国才能觉得刺激，但这跟老鼠按杠杆是两码事。老鼠按杠杆是想要压倒了喜欢，它其实并不快乐，只是停不下来。而你在欧陆风云里熬到凌晨3点，看着自己的国家终于吞并了宿敌，那种长周期因果带来的巨大成就感会持续的更久，且确实是真实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总说批设游戏玩了就停不下来，但是停下来就很长时间不想再碰，因为经历了长时间的决策，大脑需要休息。批设游戏让你心甘情愿的花几十个小时去规划一个国家的100年兴衰，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能拥有这种延迟满足的能力真的特别特别好，记得给闹人我点个赞呀！每次想到被白嫖，小猫我心痛的都揪起来了呢，真的很需要你们的鼓励呀！我们下期见，拜拜。